电影进我口，档次全都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男子被腌制在泡菜缸里100年，不仅没死，而且容颜不老的故事。电影名字叫做《美国泡菜》。故事一开始，男主泡菜哥家里面很穷，但为了心爱的妻子，他再苦再累都愿意。当时泡菜哥在一家泡菜工厂里面工作，为了多挣一些钱，他在工作之余还兼职打老鼠。这一天，泡菜哥在楼上打老鼠时，被一群老鼠围攻了。一不小心之下，他掉进了一个泡菜缸里。由于当时工厂里声音嘈杂，没有人发现他的遭遇，工人们更是直接就将泡菜缸密封了。之后，悲催的事情发生了。第二天，泡菜工厂被查封，而泡菜哥被永远的封在了大缸里。镜头一转，100年过去了，此时的泡菜工厂变成了一栋废弃楼。这天，2名胆大的小男孩来到泡菜工厂里冒险，他们打开了一个泡菜缸，结果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泡菜缸里面居然冒出一个男人，而这个男子正是100年前掉入缸里的泡菜哥。很快，这个掉入泡菜缸里100年都容颜未老的人引起了媒体的关注。面对那些刺眼的媒体镜头，泡菜哥眉头紧锁，他现在一心所想的就是这个世界还有没有自己的亲人。后来，泡菜哥根据民众的帮助，找到了自己的曾孙子阿豪。阿豪除了胡子以外，基本上和泡菜哥长得一模一样。阿豪将泡菜哥带回自己家中居住，不仅给他介绍了现在这个社会的高科技，还向他透露了自己的职业。原来阿豪是一个 APP 开发者，目前正在创建一个 APP， 这个 APP 花了他5年的心血，如今已经快完成了。不过泡菜哥对这些并不感兴趣，他唯一想念的就是妻子。第二天，泡菜哥带着阿豪一起来到妻子的墓地拜祭。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块荒地。这时，一家广告公司来到附近装广告牌，广告牌恰好遮住了墓地的阳光。泡菜哥很是不满，直接就与在场的工人打了起来。很快，阿豪和泡菜哥就因为斗殴被带入了警局，最后交了高额的保释金才被放出来。回到家后，泡菜哥想要阿豪帮忙解决广告牌问题。阿豪告诉他，唯一能解决的办法就是赚钱将广告牌买下，然后拆掉。但是阿豪因为刚刚进入监狱留了案底，所以他的 APP 没有人愿意买。阿豪越说越觉得这一切都是泡菜哥害的，闹到最后2人打了一架。泡菜哥生气的离家出走，打算自己用腌制泡菜的本事挣钱。创业的刚开始，泡菜哥因为没钱买不起昂贵的黄瓜，于是他跑到垃圾桶里捡了几根勉强还可以用的黄瓜进行腌制。没多久，泡菜哥就推着满车的泡菜来到街头进行售卖。由于泡菜哥腌制泡菜的手法早已失传，所以这独特的口味一时间引来了许多顾客，泡菜哥也因此爆红网络。在路人的镜头里，泡菜哥开始各种挖苦阿豪，说他连赚钱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，简直不配当自己的后代。阿豪得知后气疯了，他故意打了卫生局的电话，举报泡菜哥的泡菜不卫生。于是很快，泡菜哥的小摊就被没收，第一次创业失败了。泡菜哥情绪低落地坐在街头，他的一位老顾客提点他，你可以去找一些大学实习生来合作开工厂，因为实习生不需要工资，只需要工作经验，所以几乎是零成本获得劳动力。泡菜哥听后大受启发，很快泡菜哥的泡菜工厂便建立了起来。没多久，泡菜哥就赚下了第1桶金。他跑到阿豪面前各种炫耀，结果却让阿豪更加怀恨在心。阿豪知道泡菜哥的守旧思想固化，所以就撺掇着泡菜哥去开通网络直播账号进行卖货。在直播中，泡菜哥进入了阿豪的圈套里，他口不择言地评论了一些当代女性的缺点，结果引起了键盘侠们的各种抗议。在网络暴力之下，泡菜哥的泡菜工厂也快开不下去了。不过好在泡菜哥的这些言论也受到另一部分人的支持，有了这样的话题争论度，媒体们纷纷邀请泡菜哥上节目进行采访。然而在一次访问中，阿豪乔装打扮成路人，他故意问泡菜哥对上帝的看法，因为他知道泡菜哥会回答得很糟糕。果不其然，泡菜哥大肆用言语侮辱上帝，这下子泡菜哥受到了全体民众的抗议，就连警方都要将他逐出境内。无奈之下，泡菜哥只好找到阿豪帮助自己。在逃亡路上，2人一起经历了许多困难，这让阿豪对自己之前的做法有些愧疚。最终，阿豪忍不住跟泡菜哥坦白了一切。性格耿直的泡菜哥听后当然是气不过，直接一拳打晕了阿豪。他刮掉了自己的胡子，换上了阿豪的衣服，之后又将阿豪伪装成自己送进了警局。就这样，被当作泡菜哥的阿豪被押送到了泡菜哥偏远的老家。在那里，由于阿豪不懂方言，使得他想要生存下来都很困难。而另一边，泡菜哥住进了阿豪的房子，他打开了阿豪的家庭相册，结果却发现了阿豪小时候画的一张画，里面是一些有关于亲情的东西。泡菜哥这才意识到阿豪是自己在这世界上的唯一亲人。最终，于心不忍的泡
泡菜哥找到了阿豪，并且诚恳地与他道了歉。就这样，两人的感情得以修复。他们决定一起将泡菜哥的泡菜发扬光大。电影结束，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故事，但演绎的却是一段最温暖、最真切的亲情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阿星谈电影，下期节目同样精彩，小伙伴们记得关注观看哦。